哎，你说外国人真像说的那样，不讲究孝道，不懂得惦记老人吗？我觉得吧，以我自己的观察哈，欧洲一些国家，你比如说意大利，那家庭关系还是挺近乎的。但是英语语种的国家，起码就我看着的大多数哈，确实是淡。大多数的孙辈儿对爷爷奶奶倒是客气吧，但是根本说不上什么惦记或者牵挂。那你说他们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天生的漠然，是血统的野蛮，还是人性经不起英伦美食的摧残？都不是。其实他们骨子里头也是渴望被爱的。你看我大胖媳妇自己亲奶奶中间名叫啥都忘了，那跟我爷我奶奶老铁了，因为她从来没被人像我爷我奶心疼她这么心疼过，一被疼找不着北了，也是个可怜人。我像爷爷奶奶。以前就我奶身体比较好的时候，特别爱给我老公包馄饨，就是我老公这边咩咩吃，我奶那边啪啪盛。然后有一次我这大胖媳妇自己造了4大碗馄饨，完告我奶奶，我吃了你4个碗，给我奶乐的一整就在楼下跟那帮老太太搁那吹。哎呀，这小孙姑娘就爱吃我这碗馄饨，吃别的都不行，反正一吃我这碗馄饨，一整4个碗，那不给不行。从此我老公每次在我奶家这小区出没，你就能听见楼下那帮老太太叽叽咕咕，哎，4个碗来了，4个碗，哎，这4个碗这么胖呢，肚子上像顶4个盆。后来有一年假期，我们回铁岭，我奶呢就脊柱出了毛病，就是一动就淌一身汗，那假期基本就是瘫痪在床。那是俺俩第一次回到铁岭，没吃着我奶做的饭，完我以为就这样了呢，没想到我奶给我叫到她床边，她不起不来吗？她起不来，她枕头旁边她自己准备个小纸壳，纸壳上面放的她吃的馒头啥的。就这样，她还告我，就这2个月吧，她自己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重，但还没有这么重的时候，她就天天寻思，就这回小姐没回来，是不是吃不着这4个碗了？完，她就能挺住的时候，就起来包馄饨，就真的一天包一点。现在冰箱冷冻里头全都是馄饨。我奶告我上厨房去给我老公下，要保证小揭秘还能吃着奶奶的4个碗。哎，我这大胖媳妇你平时看她贱乎乎的，哎呀，在感情流露方面小硬汉，从来不哭。就我生孩子的时候，她第一次抱住她的女儿，居然整一个你脐带挺硬啊，我差点没剪开，都没哭。但那天打开冰箱的冷冻我真看着她的眼泪，真是夺眶而出。完这2年呢，我爷爷开始有这么一点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状，我们都认为那这个病你也没办法。就我老公天天就磨着我爷，问他，你年轻时候风流倜傥的时候你都喜欢干啥？完我爷告诉他，我当年也拉过2个月二胡，后来因为就文艺队就跳舞领队那女的老冲我飞眼完这活让你奶给搅黄了。结果我老公当天给我爷买了个二胡，说要刺激他大脑，刺激他回忆。我一听这思路基本就是《情深深雨蒙蒙》里边的可云疗法，就是拿往事刺激他，不要碰我的宝宝。我奶呢本来就失眠严重，这回可有戏了。但这事儿呢也有受益人，就他家隔壁有个老太太，脑血栓后遗症正在恢复期，就应该多出去挪动一下脚步。但这老太太呢就有点懒，不爱动弹。这回好了，我爷一拉二胡他就跑，给后遗症给拉没了。我估计就照这架势，明年能报名，这就是该舞。完上次我在伦敦的时候，不收着一个必胜给我的洗地机吗？我大胖媳妇稀罕嘛，就说要给爷爷奶奶整一个。其实我都不用多说这玩意儿有多酷炫多高效了，一边吸尘一边拖地。干的垃圾走高效吸尘路数，湿的垃圾走吸入加脱净的路数，一趟下来各种品种的垃圾灰尘都搞定。关键是拖完地的同时，人家也就完成了擦干。老人在家也不用担心拖完的地滑容易拽。你看给我爷我奶乐的，我爷一会儿要拉二胡副歌一首了。关键是人家必胜干完活还能自己洗澡，你清洁液往里一倒，人给自己搓干净了。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这大胖媳妇给自己摊上点事儿。就我爸帮我爷我奶安完这玩意儿，人撂话了，说的那怎么的？就我这姑爷对我这老丈人是怎么的呀？就我就不配拥有他的问候吗？哎，我想问一个事儿就你们各位的男朋友和老公，他们前女友的照片，他删不删？我和我老公昨天因为这个事儿整的挺尴尬，我现在三观有点乱，我都不知道谁对了，给你们讲讲，你们帮我掰扯掰扯，是咋回事呢？这不从3月份开始，孩子幼儿园就关了吗？俺家在澳达不就一直跟俺这俩大人搁家待着，就一家3口一天无鸡六兽的。这不最近开始就规则放宽了，可以见人了吗？俺们的好朋友就俺家孩子最喜欢的艾莎阿姨就说的，你俩把孩子给我给你看一下午，完你俩可以放松一下，享受一下2人世界。你说这世界上最悲哀的夫妻莫过于啥样？就我跟我老公把孩子送走以后一到家，我就瞅着我老公，我当时心里就寻思，你说这我要是能把他也送走，那该是个多美好的世界呢？过了能有半小时吧，俺俩把彼此的后背都彻底挠了一遍以后呢，就也觉得这么过有点辜负光阴。后来我说的，
要不然咱俩看看当年婚礼录像吧，就追忆一下你当年有头发时候的样子。完，俩坐他电脑前边呢，就开始看婚礼录像。看完婚礼录像呢，就开始看以前照片。他的电脑里边存着他所有的照片，完事都是按照就时间年头分类的。完，俩就这么倒序的开始看，就是生孩子的，完事结婚的，结婚之前就谈恋爱时候的，就给我看的还挺感动的。完事就是一直往前倒，结果倒大发了，一下到2007年去了。一打开，哎呀天呐，全是他和他前女友照片。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没赶上好时候，为啥当年他跟别人的时候风华正茂，后来轮到我的时候像个散炮呢？但是话说回来呀，人挪活，树挪死，好汉也怕晒情史，听人话，吃饱饭，前女友是大炸弹。我一直觉得吧，我可以说是一个不太爱吃醋的懂事女人，但是看他前女友就喂他吃蛋糕的镜头，我咋就那么难受呢？就是那种难受，他闹心在哪儿你知道不？踩着牛粪咱刷腿，咬着虫子咱涮嘴，翻照片翻着前女友，一腔膈应不知道往哪怼。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前女友照片你不删呢？我老公当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我为啥要删呢？我说我看着闹心呗。然后老公说的，我也没有啥事瞒着你的，就我整个这恋爱史你也都知道，就我一共处过4个对象，你1.53米在里边排第2高，你不还老埋汰我这审美有问题呢吗？再一个，你说照片里头的这个人，我跟他俩13年没见过面，没有联系了，你说你跟他较这劲干啥呀？最关键的是我电脑里存的照片都是按照年份，也不是按照人。如果你打开我电脑发现里边有个文档是以他为名，而里边全是他俩照片，那算是我对他肯定是还有怀念。你现在打开的是2007温哥华，就他就只是我就2007年那年在加拿大的就是记忆中的一部分呗。我说我塞不塞内增高也是错，你有没有07年也得活。美好的记忆叫岁月，误入的歧途叫蹉跎，删了吧。我老公说，假如你有前男友，然后你电脑里有和他的照片，我是不会介意的。我说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揭短。你明知道我没有前男友，为什么要在这做这种就嘲讽般的假设？然后老公说的，行，你赢了，我都给删了，行不？我瞅他那样，我说你别整这出，不行，整的像我在这故意放歪，就你受多大委屈似的。咱一会儿不上艾莎那去吗？咱问问艾莎咋说，就别整的像我一个人就不讲理似的。然后俺俩就上艾莎家了嘛，就把这事跟他学了。结果我这个猪队友艾莎，哦，我的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么辛苦的为你们俩营造了一个浪漫的午后，你们俩就干仗玩了吗？我说你就告诉我你觉得该不该删吧。艾莎说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翻篇吧，因为我个人经验呢，我和我前男友因为他电脑里边前女友的照片也闹过矛盾，他当时的表现比你老公聪明多了，就告诉我没问题，我都给删了，但其实根本没有用。你以为他们切断了过往，其实就是换了个文档，你永远不知道他究竟删没删，说不定就上传到天上哪朵云里头飘着呢。而且艾莎还偷摸跟我说呢，就是你越纠结，显得你心眼越小，显得你像特别暴躁似的。你说2020年本来大伙这都挺不好过的，你为啥非得引导他去怀念2007去呢？我一听好像也有道理呢。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迷糊了，但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像艾莎一样想得开，还是像我这样想放歪呢？这外国人怎么处理亲戚借钱这个难题，他出其不意的处理方式非常值得大家学习。俺家外有个亲戚，这2年贼爱借钱，是我隔一层的表弟，就是表弟，也不知道这2年是沾染了什么东西，管俺家好多人都借过钱了，也不还。我妈就提醒我11你们回来，整不好管你们借。那大胖姐虎了吧唧的，我得提前打个预防针。我说这个人啊，如果单独找你，你都别等他张开他的嘴，你上来先说自己穷，别给他留机会，你就往夸张了说，你就说你工资不够活，你媳妇买房没钱挪，翟奥达爱炒股，张拿铁爱赌博，爱人垃圾吧，就卖惨，懂不？他说行，我记住了，但这人是谁呀？我当时就英语水平在那一刻也懵住了，我就想，你说这远房表弟怎么说呢？远就是 far away 表弟就是遥远的表弟嘛，差不多意思。大胖姐说明白了，我知道那个遥远的表弟。然后放假了，我们就带着太原社干干爽爽回家了。回到铁岭，我的 far away 遥远的表弟欠太多人钱了，压根就没敢来，我心就放肚里了。我没想到人家大胖媳妇认错人了，冲着我那无辜的正常表弟一顿哭穷，给我表弟彻底哭懵了。吃饭间隙，大胖姐突然过来给我按摩，借按摩的动作偷偷在我耳边说，现在吧出现一个特殊情况，我这穷哭的可能有点太真了，你表弟刚才借我1万块钱，我说发生了啥呀？他说你不让我哭穷吗？我哭的老真实了，我自己都觉得我穷的可怜。你表弟1分钱没敢管我借，直接支付宝给我打1万。我说啥玩意儿啊？他说你不是说就他瞎借钱吗？我说那个是 far away 表弟，遥远的表弟。他说对呀，他在深圳工作吗？那这桌另一个表哥在沈阳，那他肯定不遥远呢。大胖友说那我现在就把这钱还他呗。但是我呢又不太想让所有家人都知道我没事在
家跟我老公偷偷说那个表弟的坏话，所以我说你一会儿不是要跟我这个表弟去搓澡吗？你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误会解释一下，然后你把钱还他。我来姨妈就不去搓澡了，正是多的时候。没看见吗？我随身携带太阳射，深藏不露，吸收量大不侧漏，直接吸到底，表面干爽很有实力。出门穿着不闷热，没啥存在感。包装人性化，开启之后可密封，卫生又方便。然后他们就去搓澡。我表弟搓完澡去汗蒸房了，大胖媳妇搓完澡奔着汗蒸房就去了。进去之后，大胖媳妇朝着一个跟我表弟身材很像的东北大哥就骑上去了。干啥呀？那大哥一顿挣扎，你干啥呀？大胖媳妇跟人说别吱声，我是你姐夫，姐夫错了。人大哥好像本来就点了按摩，但是没想到技师这么沉，大哥继续挣扎。什么玩意儿？谁是我姐夫？大胖媳妇，我就是你姐夫，别吱声。1万块钱我现在转给你，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大哥居然不挣扎了，大哥确实也想听听为什么。这时候我表弟进屋了，大胖媳妇发现错了，太尴尬了。大哥还问他呢，来，你告诉我为什么？大胖媳妇灵机一动，假装自己是按摩技师。你忙一忙，赶紧滚！OK，跟大哥说，那个我按完了啊，来看一下手牌，看一下手牌。然后蹭家就跑了，还问我表弟呢。哎，你俩跟他长一样的。结果好巧不巧，洗完澡出来，在楼下等车的时候又碰着大哥了。大胖媳妇再一次陷入尴尬，这回更尴尬，咋整呢？他又灵机一动，那只有继续装工作人员了。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